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先让我们来看看今天我们情感疗愈团的老师们都是谁。大家好，我是于波红。从爱情走进婚姻，爱情依然是婚姻的润滑剂。大家好，我是新唐米娜。愿有情人相爱容易，相处不难。认真倾听，真诚服务。大家好，我是赵川。大家好，我是曹鹤阳。情感生活遇烦恼，打开电视看爱宝。哎呦，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曲伟。想要被爱，放低姿态。接下来让我们请出今天的嘉宾朋友，有请。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杨先生，56岁，来自新疆，咨询师；魏女士，55岁，来自新疆，咨询师。他们的感情遇到了什么难题呢？我太太跟我这么多年来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我就想让她离开我。在创业啊什么的，负了好多债，我就不停地去埋怨她，抱怨她。一个家庭，我觉得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啊，因为是双方的责任，我想我是不会放弃他的。他对我越好，我心里面就内疚，我就想让他离开我。因为在那个时候他得了脑出血，住院以后，在重症监护室没日没夜的，只有我一个人。我想在那些日子我都不知道咋样扛过来的，但是在这个时间已经过去了，我更不能离开。今天来这儿是为什么呢？我太太跟着我这么多年来，真的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啊！我一直心里很内疚啊。我就希望她能离开我。好，就是您今天是来谋求跟他分手的是吧？为什么呢？什么叫一天好日子都没过呀？这个说起来话长了啊。那是在10年前了，10年前了。因为一次这个重病脑出血，然后住进了医院啊，死里逃生啊！我在我生命垂危的时候呢，是我的另一半一直陪着我。那更不能离开了呀。因为3个月我们都结婚了，因为我脾气很大，3天一大吵，4天一小吵，只要我喝点酒回来，他没好过的。再一个，我在单位上班，每天是看到的是很快乐的那些员工在一起，那回到家里呢，他又不爱说话，总觉得没话说，就看哪不顺眼，经常就吵架。所以呢我就拼命的工作，突然那我也就每一次也朋友多呢，也想做生意啊。那生意做了多了，那肯定难免会投资就失败了。失败了以后呢，那肯定心情就不好。每天要回到家里，那就是大吵大闹，就没有好心情。我回到家里，他不说话，就给我做饭吃饭。我说你什么也干不了，那对吧？我每天忙着，你回来不说话，我就跟他吵架。一直就这么多年来走过来，突然有一天呢，他又是想做这个，又是想做那个，反正给我讲很多事情。我说什么他好像是谈不到一起。就少年时夫妻关系不好，经常吵架。您反思是因为您在外面顺也不好，还是不顺也不好？顺的时候觉得他不够乐观开朗，不顺的时候觉得他帮不上忙，是吧？后来人家想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你还是不认可。婚姻一直是特别拧巴的，是这意思吗？是的。好，突然有一天呢，我就脑出血住进医院了。在医院里是20多天，在重症监护室，不省人事。我的太太呢，一直就陪着我，一直在照顾着我。几次进重症监护室？1次、2次、3次。第一次脑出血后面有几次心肌梗死又犯了。都是妻子在陪伴着你。对。这时要离开你，又不想离开他，是吧？
是的，我们结婚经常吵架，在那时候也是对生活没有希望啊，非常迷茫。那时候曾经也想，我也有这个念头啊，就是不能过咱们就分开，各过各的。就在那时候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呢，他突然得了脑出血，住进了医院。在那一刻，我看到他躺在床上的那一刻，我就觉得作为一个女人，在最关键的时候不能放弃他。就这样在重症监护室住了20多天的时间，只有我在他身边守候他，我都不知道那20多天我是怎么过去的。他这个脑出血有开颅吗？做了手术的。做了手术了。对。我很重啊。对，非常重。那做了手术之后会有影响吗？当时？出院以后，他的思路呀那些，都是前言不搭后语的，就跟正常人不一样的。别人都说他不正常，都是这样。行动上呢？走路是可以的，就是晚上睡觉呀，那当时出院的时候是睡不下去的。当时是坐着的那种状态的。只能坐着睡。对对对。也就是说，那他生活能自理吗？反正是不能去做一些事情。走路是可以。就是这段时间有多长啊？需要您一直伺候他？也有个1年、2年的时间吧。1、2年啊？那很长啊。那对大哥来说，是不是内心特痛苦？啥也不能干了，那么要强。真想好好的，快好起来。但是呢，什么也干不了，家里全是他。就是既不能做家务，也不能出去挣钱。哎，是的，这是个活死人一样的。因为啥呢？他每天，吧，早晨去上班，晚上很晚回来，我总想的是等他回来，我能做个饭啊，把饭做好，等他回来一吃饭。但是呢，每一次我都很费劲想办法，因为人一走嘛，我一个人在家里，我生怕出问题。假如我如果在家里，我突然跌倒，那跌倒有可能就很快就不在了。那不在了，万一很多人不知道，那等他回来，我都想到了很多东西。那我就不愿意待到房子，我就每次我就出去外面走一走，尽量有人的地方我去坐一坐，因为我害怕一个人待在家里，我害怕，因为啥？我害怕万一待在家里，那他回不来怎么办？所以我心里很矛盾，多少次我都想死了算球了，我不要拖累他了。看到他每天回来，什么也干不了，太痛苦了。但是你是又非常的感恩，同时也非常的内疚。对，我以前脾气很大，现在我成这个样子，他还这样子，我觉得对不起他。就是一想，我曾经那么对一个人，结果这个人要这么报恩于我。是的，所以心里很难受。大姐，我特别想问一下，就是那段时期等于先生自己待在家里，您还得出去工作是吧？那个时候他的脾气好吗？还跟你发火吗？还是依然像以前那样跟你发火？那时候是比以前是稍微好一点，只是稍微好一点。对，但是我也理解，因为一个病人他心情肯定是不好的啊。我理解他，我就会对他有所包容啊。那像生了这么大一场病，这么长时间，家里有没有欠一些债什么的？在养病期间，因为他啥都不能干嘛，在家里面他也想看到我一天压力那么大，他也想着自己为家庭增加一些收入呀什么，他也想着去做一些事情，但是往往可能人在那个时候就，走下坡路的时候干啥都不行，就容易跳坑，跳了一坑又一坑，也给家庭造成了很多的负债。2019年的时候，那个4月份，我们就从新疆。我带着他，因为在家养病，他啥都不能干，我就想着孩子也出去几年了，没有去见过孩子，我们顺便出去养病的同时去看看孩子。就是这样从新疆走到了山东。那当时我就想着呢，找了一个单位吧，就说的管吃管住，我们可以1个月进哪些工资嘛，而且，夫妻俩更好。就找这样一个工作去了以后呢，就是
重活呀什么都是我多干一点，他呢就可以帮助我辅助做点轻松的工作，这样可以拿2份工资。就抱着这样一个态度去的，结果干了2年的时间下来以后，我会发现依然是每个月手上都是空空的，没有钱。哦，干完之后等于也就吃掉用掉了，是这意思吧？对，2手空空就没有。那他每天在上班，我呢干不了什么，那就用一点脑吧。曾经在一起共事的朋友让我去做这个呀，做那个，我说可以，咱们不用体力劳动啊，就在手机上干一个什么什么项目，这不挺好吗？我觉得挺好。完了以后就按照我的朋友去做，没想到那个他就把钱投进去，完了以后就没有了，这不到一定的时间都没有了，钱投进去都没有了。哦，是这样就是错误投资了。对，是的。那不相当于又亏本了吗？就肯定就没有了嘛。心里内疚吗？我以为是按照我的想法去，能把挣一点钱，能让他别那么费劲，不要那么。想不到又踩坑了啊！又一坑又踩了，哎呀，这个也不可能，也不好意思给他说嘛。我以为我可以帮你减轻负担，没想到我给你带来的是更大的包袱。是的。那么后来妻子是怎么知道的？你又踩坑了，又亏了？他也有2张信用卡，都是我让他去办的，他这边信用卡我都对消费了，那一消费那肯定就没有办法了，债务就越来越多了，还不了了，他就知道了。欠了多少钱啊？那个时候，高峰时期欠债欠了多少？有个80、90个吧。8、90万，哇，8、90万很多，压力很大，压力很大。后来呢？把我的新疆的一套房子，就这样卖了。卖了也去还，也没有还完。21年，然后呢，这个时候我的朋友呢，通一个朋友的这个朋友圈说呢，你可以到重庆来，听说你不是有负债，你到这里来，可能帮你解决负债的问题。那好，真有这样的，我就去一下。当时我就2021年3月我就来到重庆了。到了重庆以后，条件改观了吗？改了。是指经济上有了一些收益了，还是指自己的心态变了？通过了一些学习，先要干什么，后干什么，不是一味的你想去按照我们的想法去做你想做的事情。我的思维发生变化了，心理状态也好了，经济条件也有所缓解了，对吧？是的。那为啥现在一切都好了要跟人离婚呢？我就想着这个债务把他拖累着，我总觉得首先是对不起他，因为前期来讲呢，刚结婚的时候是我脾气很大，一直没有让他过好的生活，然后现在呢好一点了，但是我总觉得是不是他不开心不快乐，我想着你呢能不能离开我，过你自己想做的生活。你看到你以前你的梦想很大，你的想法很大，想做的事情我也一直拒绝，我也一直在阻挠你。现在越来越好了，我想是不是给你认为你想做的事你去做，想做什么你去做。也就是说是想通过离婚这个事儿把债务全部分割清楚，由您一个人来承担债务，然后让大姐去自由的去生活，选择她想过的日子，是这么想的，是吧？是的，是的。大姐怎么想这个事儿啊？我肯定不同意。为啥呀？因为他在生病的时候那样情况下，我都没有放弃他，我现在更不可能放弃他。不是，你生病那种情况，是因为在生与死的边缘嘛，对吧？少来夫妻嘛，那你肯定是有那种的。现在他这样了嘛，他也恢复了嘛，然后又心存内疚嘛，他现在想有一些东西他来背嘛，他的心理状态很好，让你有一个更舒展的一个生活方式，做自己想做的事儿，这不是一个好事儿吗？是，因为离婚了，你就不用来偿还债务了，而且你也没有那个压力。你是不是看到平时妻子也是愁容满面，压力很大？因为毕竟这么大的债务啊。是的，是的。我觉得家庭是2个人的责任，已经这样了，我觉得只有2个人共同去承担，才可以越来越好。确实，面对这样的状况，丈夫选择离婚，离婚是一个办法，但我认为绝对不是一个好办法。
我并不是说一定要去赞美你们，因为美好的婚姻，它就是在碰到艰难的时刻的相濡以沫。两个人也有争争吵吵、恩恩怨怨，但是一场大病，突然把两个人更加的抱在一起了。面对这样的命运多舛，最后选择不停地去经营也好，去做生意也好，最后付下了这么多的债务。生活没有假如，我并不是说你当时这个做就做错了，但是做就做在那里了。那么面对这样的一种情况，丈夫内心可能更多的就是内疚。丈夫是不是有这样的一种感觉？总感觉自己害了自己的妻子，所以你要想方设法把她摘出去。但是你要想，夫妻这么多年，又是经历过这样的一个磨难，这个妻子即便是离婚也摘不出去了，她放得下这件事情吗？她会更加的担心担忧自己的丈夫还不还得了债，她会不会因为还不了债更加的急火攻心？当然她也明白你是为她好，并不是说两个人没感情了。如果作为一种态度，我非常认可，这就是相互为对方好。但是这个选择不妥当，真的不妥当。我问妻子，你接受吗？接受不了的。孩子赞成吗？孩子也不赞成。如果硬要这样离，毫无意义。另外我认为，虽然债务很大很难，一起去面对，哪怕很难，我想婚姻生活也会比离婚幸福得多。我希望你今天能在这里放弃这样的念头，谢谢。咱这位哥哥还一如既往的自大自以为是。凭什么你认为你生了一场病了以后，你就可以就像是一个慈悲的主人一样，打开这个笼子，鸟儿飞吧，追你的梦去？哎，凭什么？凭什么咱姐姐的人生是由你做主的？咱姐姐想救你的时候，她就救了；咱姐姐想陪着你的时候，她就陪了。凭什么你要在这个时候惺惺作态，说我不要让你被我拖累，我给你一条生路？她是自己的，她可以选择走或留，你没有权利在这个时候做出这个态。这个态在我这儿，我刚刚用了一个叫惺惺作态，可能您觉得有一点不舒服，但是在我看来，它就这样。你与其在这儿哭，说我拖累了你，我对不起你，你去给我拖地去。对呀。你与其在这里说，哎呀，我这一些年让你跟我吃苦了，你给我揉肩啊，你别动嘴，你动手啊。我爱穿旗袍，你给我拍照啊。我爱盘头，你来帮我在后头弄卡子呀。这叫做你心里有我，你真的忏悔了。否则我就觉得是一个自尊心极强的男人，接受不了自己生病和成为妻子的包袱的时候，要反复试探的惺惺作态。我要再考验一下我老婆，老婆债务我背，你走。然后我老婆再讲义气的来一句说，不，我不走。何必呢？有意思吗？咱累他都累了半辈子了，咱就不能给他一点真的细致入微的照顾？你真的如果觉得愧疚的话，踏踏实实做饭、洗衣服、蹲地，他当年怎么对你的，你怎么对他，好不？咱就别说什么分不分的这一些了，哈。这个其实作为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啊，可能是真的比较浮躁，大起大落经历的也不是很多。所以像您这样的经历了这么多，两个人从互相不对付也好啊，觉得不合适不合拍也好，一步一步从经历到生死不离不弃走到今天，我真的觉得我是很羡慕的。我能理解您的这个心情，就说了我已经拖累你这么长时间了，放了不是。我觉得真正就是您现在有独立行为能力的时候，您才是还债的时候，情债是最难还的。未来余下的好几十年去还这个情债，您现在着急忙慌就说了，我给您自由解放，我觉得您啊踏踏实实过日子吧，把未来的日子全部给您的老伴儿，我觉得这是最好的结果。大哥呀，为什么这么作？因为心虚了。以前在家庭的位置你是上面，对吧？然后大姐绝对是任你摆布的，
就拿在极端情况下您还投出去就亏了8、90万这事儿来说，您可够狠的。现在突然觉得不对呀，其实实际这个家现在靠谁呢？靠大姐，你真是不想承认这个事实啊？怎么办？我得整点动静出来。如果我要是投资成功了，哎，我位置就稳固了。那可我现在不行了，我怎么办呢？好吧，以退为进吧。你看我多么对这段感情多么的付出，为了你我可以承担所有，但是没有意义。婚姻啊，是由4种情组成的：爱情、亲情、友情、恩情。请问你觉得你要把这段婚姻结束，哪个情您承受得起？您问心无愧。所以与其啊故作姿态，不如踏踏实实，让自己那颗一直异动的自大的心呐，咱们就回归现实，别飘在空中了。咱整点实际的，对大姐好点，是吧？然后呢，咱多多沟通，哎，多一起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儿就行了。记住，别去冒进，什么事儿多跟老伴儿商量商量，好不好？好，享受婚姻吧。讲一故事，问一问题，好吧？有一个妻子出了车祸，成为植物人，丈夫一直守在身边，守了10几年，终于有一天妻子被唤醒了，醒了，好了。在他妻子恢复了这个行为能力之后，所有人都赞美说这个男人真的好爱他老婆啊，好爱啊，不离不弃，他提出了离婚，就离掉了，啊，这不是一个故事啊，这非常真实的一个新闻事实。丈夫提出了离婚，丈夫提出了离婚，这为什么非要跟他离婚？你看你伺候他10几年啊，对啊，那个时候都不离不弃。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因为我这10几年没有自己的生活。我的生活里只有他，我现在愿意追求我自己的生活。我记得这个新闻事件发生的时候，曾经在社会上引起了非常广泛的讨论，就每个人站在每个人不同的角度，都说了自己的一些观点和看法。就像今天您提出离婚这件事儿，那很多人说，你看是假的吧，就是来秀恩爱的吧。也有一些人说，哎，这大哥还挺仁义的。还有一些人说，这是一个自私的老头儿，自私自大的老头儿，说什么的都会有。其实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内心里面到底是怎么想的。要提一个问题给大哥，如果可以选择，你们俩有一个人比另一个人能多活5年，你选择是先走还是多活？先走啊，先走。所以骨子里你还是自私。多活的人是更痛苦的，对，因为那个人走掉了。所以既然这样的话，从今天开始就不要再跟大姐那儿玩测试了，踏踏实实的过日子就行了。对，这种时候要离开，并不代表你伟大，只能代表你自私。以后别提了，多伤人的心啊，是吧，大姐？你愿意跟他在一起是吧？没有被其他人绑架吧？孩子说你不能离，这个社会说你要离了就你该付出的都付出了。现在从心理上来说，你是自由的。如果您就真的坚定说要离开大姐，一会儿你也别出来了，好不好？好吧，来，请坐，请坐，请坐。来，这2位请来。本期第2对情感嘉宾，严先生，59岁，来自新疆，退休；马女士，55岁，来自新疆，自由职业。他们遇到了什么样的情感困惑呢？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精彩节目马上开始。因为别看我这个岁数了，我觉得我还是想去创业，因为一个人必须要敢想敢做啊！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再怕困难，但他不支持我。10多年吧，来来回回做了不少生意，都没挣上钱，荒废无尽。他现在呢，就想惦记让一个孩子结婚买房子的钱，这我现在不提。虽然前面没有成功，但是我也积累了一定经验啊。我觉得这次这个生意应该是我最后的机会，我想再搏一把。
希望得到他的支持，也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你们是为啥来啊？这个我们两个现在都退休了嘛，儿子在成都工作嘛，我们所以就来到成都定居。挺好的呀。来到成都定居嘛，另外想给儿子买个房子结婚。但是他来了以后呢，他看这个儿子现在连女朋友也没有，他就想把这个给儿子买房子的钱拿去投资，这个我就不愿意。为啥？儿子也不高兴。哎，你们结婚到底多少年啊？30多年了。哪年结的婚啊？90年。90年就结婚了。儿子多大？32了。32岁。干嘛要把买了房子不就得了？干嘛要投资啊？怎么了？这个你让我看这大哥这说到这儿不敢说了是吧？你们家谁做主啊？我们家现在钱都是他管着的。过去呢？过去我挣的钱，也交给他，但是大部分时间他管他的钱，我管我的。哎呦，这个家庭模式挺有意思的，我们听听为什么？你们俩咋认识的？谁追的谁？是我爸爸看上他的。那时候我还在上高中，我爸爸那时候是我们连的连长。我们连的连长呢？兵团的是吧？我们是兵团的。建设兵团。他从别的连队嘛调到我们这个连队来。调到我们这来了之后呢，我爸爸当连长，他当统计，就像我爸爸的勤务兵那样子。他那时候是住在宿舍里头的，经常吃饭各方面不方便。我爸爸嘛见他也长得帅，他爸爸嘛也是连长，我爸爸嘛就经常把他带到我们家，久而久之嘛，我爸爸肯定有那个意思。好，我毕业了，我们两个就开始就谈恋爱。主要是你有意思吧？你爸可能没这意思吧？听明白？你在家肯定很厉害吧，大姐？哎呀，我在家也。是吧，大哥？这在家是不是你挺听他话的？也不是。也不是。那就行了，也不是。行，那咱往下说。你像我们那里条件都不好，我们当初的时候家里条件还算好一些的。好，那时候包了2年地，我们家还挣了一点钱。后来之后我就做生意了。您做生意了？我那时候我们家孩子还小，那时候孩子可能就5、6岁，我就去做了开了一门蛋糕生意。那时候刚开始开店的时候也真的特别的辛苦。当初他结婚的时候1个月才100多块钱。100多块钱，当时肯定是不够花，也还养孩子。好，当时呢我就开了一个小作坊，就小蛋糕门面房嘛。每天是拉车到那个集市上去卖，白天去卖，晚上回家了就和他下了班也帮我在家里干，婆婆也帮我干，要干4、5个小时。当时也挺辛苦的。好，没过几个月以后呢，好之后我们那里有那个商品房了，之后我们就集资买了一个商品房门面房。买那个门面房呢，当时自己也没有钱。没钱呢，好，这时候，他的哥哥呀，他爸爸妈妈，还有我们家的爸爸妈妈嘛，都给我们借了些钱，好，斗钱买了，把那个门面房买起来了。买起来之后，我自己就反正是就开始开店。开店的时候也相当的辛苦，每天起早贪黑。但是2、3年的时间呢，我们也就把这个楼房的钱全部挣好了。那是挣的第1桶金，那时候。在那当时还是挺不错的。女企业家是吧？女企业家的创业也不算是女企业，就当时来说嘛，就像个小老板，也就在当时。您那时候一天挣多少钱啊？那时候嘛，反正是每一天的那个营业额嘛，也就是在500至1000之内。哪年？那时候97年、98年代吧，90年代这个钱不少了。您那利润多少啊？1年下来也有个几万块钱吧，随便便。就那时候的外面户。好，接着往下听。之后呢？之后呢也就是因为那时候做生意特别的辛苦，我们2个嘛，反正是他上他的班，慢慢的，因为我挣了钱，每天比他挣得多，有时间嘛，1天的利润就相当他1个月的工资。所以嘛，我干啥事情就要吼他，干啥。你是真会藏啊！说1年几万多，然后说我1天的利润是他1个月的工资，因为他工资特别低啊，那时候才几百块钱嘛。对呀，你1天的利润就几百块钱，因为1天利润几百，10天利润就几千，1个月的利润就上万，你1年这上万块钱，10几万，10几20万，97年。那时候反正是就是对他，反正是他人，反正是。咋说呢？就爱看书，就是从小呢，反正是挺知书达理的人对我们反正也挺好的，就是严重教我说啥嘛，他就是随声附和就行了，一般没啥家庭矛盾。矛盾来呢，就是因为后来不是我经常要去体会啊，我们的地方小，经常到我们的首府乌鲁木齐去提货去。有一天嘛，就是我们那里晚上3点钟发班车，他呢经常爱和一帮朋友爱喝酒。我经常嘛就说他，我说人要有点理想，要喝酒嘛也和领导去喝酒，
走的也是那个，但是他不这样的，经常和他们那一帮子胡跟经常喝。有一天晚上我骑过去，都快2、3点了，他还没有回来，因为晚上孩子他家还小嘛，我当时就特别生气。当我第2次再叫他的时候，他还在喝酒，气得我没办法，一下把桌子给他掀掉了。把桌子掀完之后，当时他跟着我回来了，气得眼的也没办法哈。最后第2天我去提回去，我想我这么辛苦挣钱，你还这样子啊？图个啥？好。对，心里就是特别的不平衡啊。我说我这么累干哈？我总是这样想着，要能找上一个稍微轻松点的活，不这样子就好了。后来的之后哈，慢慢不是就接触到做直销了嘛。转行了？那时候还没有转行哦。但是听别人说1年能挣多少挣多少，心一动，把店门也关了。1年挣上的把挣的那些钱，过了几年不是就把门一关哈，之后就跟着别人去搞那个去了。当时先生同意吗？他不同意啊。好，不同意。他不同意，他没办法呀，因为当时是我挣的店，他也管不了我那么多，好就那样子。前前后后也得几年下来，把家里的挣的那些钱也全部挥霍完了，又灰溜溜的又回来了。也就是说，您这买卖还不是说一直好，对，后来也败过，就失败了嘛，这不是？对，就败完之后呢？败完之后那重新没钱了呀，后来没钱了，那咋办？那不从教就业又重新干呀，又重新开始开小作坊，又开始干。这期间之后又加盟了美容院，又开了糕点，又开始挣钱，又这样弄来弄去，好慢慢挣点钱。后来又到市里头去，又和朋友开农家乐，又开 KTV。您挺能张罗的，我是女企业家嘛。对，然后能做的他都做了。对，这别在你们创业者。对，真的是瞎折腾。后面都没挣上钱。你这话打击太大了，不带这样的。我们正听得津津乐道呢，当故事听，还跑底，这叫跑底是吧？跑底了。你跑底了可就不对了，大哥啊。然后呢，没挣上钱。因为是不是讲挣上点钱又投资，挣上钱又投资。农家乐那时候生意也是挺好的，就是因为当初也是接的别人店。后来也不知道其中的很多的原因，慢的，咱人是再加上那时候打白条的人也多嘛。再说钱也没收回来，挣的钱是，就那样子。后来又听别人说 KTV 挣钱，又借了些钱，然后加上自己的钱，又和别人干，做了之后，将来没想到是别人是个快倒闭的，被我们接上，你肯定是生意就不行呀。没干多久，一下子又和我朋友又亏了很多的钱，这时候就败得一塌糊涂，就在家待了1-2年。后来之后又开始重新创业，他不是哪来那么多创业的原始资金？这不都败完了吗？败完了借钱呀，我的好朋友呀，然后我的闺蜜呀。你负债再去投啊？等于我这么算啊，第1次是面包房，第2次是直销，第3次是农家乐加 KTV，现在算第4次创业了。不是还有美容院什么？美容院啊，这就都可以花在3次创业里了，那是一个阶段的嘛。大哥，那时候他要投资，你同意吗？不同意。那会儿有债务吗？没啥债务，那都是我挣了的钱，然后又就投进去，反正等于白玩呗，就是最后。但是这一次你再钱没了，不是就是钱没了，他现在最初的钱没了，对，他现在还想继续投的话，就要负债了吧？对大哥是不同意，结果也没用嘛，没用了吧？刚才大哥还说我在家里说话我算话呀，没用啊。第4次干嘛？第4次不是刚好我的腿不是摔断了嘛，就是开 KTV 的时候摔断了。我正好在家休息的时候，别人又给我讲了一个，刚好到别人是做理疗，我就看别人看养生还挺好的。我想这个岁数了嘛，都快50岁，那时候开养生馆的时候已经快50了嘛。我想这个岁数了，开个养生的项目，因为人都对健康这一块比较在行一点。我就在别人店待了，可能做养生的做了1个多月，然后我说，哎呀，这次考察这个项目还是挺不错的。当时跟他讲的时候，他就说的，你别折腾了，也别弄了。当时养生馆的时候，他是没给我投钱。大哥，你就没有强烈的反对一下？以死相逼，因为当时呢还没，看这个表情肯定是反对，但是不管用。这大哥好像就特别那个，就逆来顺受，你知道吧？一看就是这哥我早就怎么个意思啊？您兜里那会儿有钱吗？我没有钱，也没有存款，什么都没有。因为那时候我那点工资就是家里的事情，养孩子都是我。他的钱都折腾投资去了，也就是一份工资啊。而且您的丈夫在家里是不是特别老实的那一种？他不是说特别老实，但是他是那种讲道理的那种。对。干啥事情呢？他知书达理。
他就说我看你好好去折腾去吧。面对你不讲道理，他也无可奈何。对他也无可奈何。所以大姐的那个知书达理，我们把它翻译过来就是逆来顺受，特别听话。好，接着说养生馆怎么样啊？养生馆生意还真的挺不错的，挣钱了。因为这个挣钱了，因为当初那时候投资之前的时候，我把这个项目考察好了之后，刚好那时候互联网的时代嘛，我就利用互联网这个开始网络无线撒网，然后就开始拉客户呀，干啥各方面做的还是挺前期宣传挺到位的。我还没开店的时候，我当时手上就有200多个人要报名，就是开始要那个加上了。后来店一开价就开起来了，开起来的生意也特别的好。这是个小店，小店没多久嘛，这时候当时因为在小区里头，别人有点不愿意，投诉我们了，投诉我潮，我就转成个大店，转成大店又要投资，因为自己手头上没那么多钱，又和别人合伙把别人有一个仓库，好，然后我们投资起来搞了一个养生馆，花了将近30万。哎呦，越做越大。我说这次一定能干个大的，多挣点钱。确实是如我所言，我和我朋友2个，反正是也就是短短的不到2年的时间，30万全部就回来了。赚回来了。赚回来了啊！这个钱赚回来之后，店里生意还是挺好的呀，那就又不安心了呀。哎呦，人赚了有点钱的时候，就想着，再做个大的。这个投那个投，把赚来的钱又投进去。好，后来嘛，你看大家也知道，到2019年，对，所以说生意就一下子就滑坡了啊，慢慢的，还有的钱没挣回来，也有的钱又投进去，就这样就成了恶性循环了嘛。然后我就就算了，就没有干了。负债了吗？也付了一些，但是不多，也就个几万块钱。行吧，所以这次要在成都给儿子买房子的钱是谁攒下来的？大部分都是他攒的吧，因为他闷头干大事儿，这才叫人生赢家。对，比谁活得长，谁是艺术家，对吧？比谁钱搂得住，谁是大富翁。对，我的天哪，这大哥厉害！老婆现在说把这钱给我，给我。所以就是回到最开始说买房要动这买房子的钱是吧？那就是要投资。他又看因为我觉得我现在年轻啊，我有经验呀，虽然说失败了。所以您准备第5次创业投资了是吧？对呀。投什么呢？你管呢？要告诉你了，那告诉你，那商机就没了呀。不是，我就去专家，因为现在这个东西，现在儿子又不结婚，以小博大呀。因为现在有做了这么多，虽然失败了，但是说还有经验，我还年轻呀。钱在这放着也是放着，先用着。对呀，人家不说嘛，梦想是想出来的，你只有想了才能实现呀，你不想怎么可能实现呢？那万一回不来了？对，哎呀，你想都不敢想，那你怎么可能那个家伙呀？你这个任何投资它都有个投资周期嘛。当然，投资有风险嘛，对不对？大姐，他就是不给你的钱，你怎么办？所以软硬磨泡呀，现在就在跟他商量呀，让别人也来给我建议啊。所以请各位老师给我点建议啊。我们劝他，你这是要把所有的钱都拿出来投？我没有这样想法，没有，我还没有想花多少钱啊？要拿多少钱？就房款的多少要拿？1/3还是1半啊？还是多少啊？1/3吧。1/3。这个1/3投了，接下来就是那个2/3了。再追加呀，万一要投资的话。所以于老师怎么办？您给说说，您来自浙江，我们那里老板遍地，我也看到风风雨雨、辉辉煌煌，都见过了啊。但是这位妻子不容易，您看，人家认为你是很折腾，你是这一辈子不想让自己的生活只剩下家庭，我就要去拼，我就要去努力。你也有过辉煌，但也有过失败，也有过经验。也有过教训，但是不要忘了，你认为自己很年轻，但毕竟55岁了。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看你的丈夫不容易，你失败的时候不离不弃，到了今天，对你的过去，他有埋怨，但是他无悔啊，因为你们2个人相伴走到了今天不容易呀。就是，他毕竟已经奔60了。我并不是说拿年龄说事，我想到这个时候，你也不想在生意上再有个闪失，最后夫离子散，负债累累。更何况，现在的积蓄并不是当年你经营获得的利润，而是这一位丈夫凭着自己微薄的工资，省吃俭用积攒下来，想给孩子买婚房的。我认为这个年龄
我们真的经受不起了。当然你有经验，但你不得不承认风险，否则你一辈子经营下来、拼搏下来、创业下来，账户上是一无所有啊，说明还是失败多，辉煌少嘛。我们是同龄人，我们要想开一点了，我们要安享晚年生活了。因为现在你不去创业，不去拼搏，日子是可以过的。丈夫，你说是不是？可以。所以这个钱，我个人认为不能动，我坚决支持丈夫。我刚刚在想哈，假如是角色倒换一下，是一个55岁的大哥，经过创业了几次，然后呢有辉煌过，有失败过。今天说我想拿我们家给孩子买婚房的钱的一部分从头再来，我想可能很多人都会支持。大家一般来讲会对男人创业会觉得，男人你可以干到老，对吧？你70岁、80岁你想创业都可以，但女人，你仿佛年轻的时候你就应该忙着生孩子、结婚，你中间应该忙着侍奉公婆，老了以后你应该忙着给孩子找对象和带孙子。对，这个我认同，对吧？对。所以有的时候这是一种性别上的不公平。但是在您的家庭里头，我觉得一切都是量力而行吧。我刚刚也在想，如果处在您这个家庭角色里头，我如果是你们的亲戚，我会怎么办？我想我可能能给的意见也就是，要不咱给孩子的婚房稍微买的一个小一点的，然后给老婆一点自己能够承受得了的这样的一个亏损的，让老婆再去闯闯，因为55岁还是该闯的年纪。我支持啊，大哥不说话了。因为我觉得，虽然说有失败，但是也有经验。因为我觉得现在我还55岁嘛，还没到那7老80坐在那躺平的时候。但是您没有听明白我刚刚说的有一个点是什么呢？是给孩子的婚房要先买好，以防刹不住你的脚。另外，给你的那一小部分其实是做好了你可能又要砸进去的这个思想准备了。而为什么会同意您砸？是因为反正家里头有这个钱，你让老婆自己快乐的知道我每天该干嘛，给我的生活剩下的几十年安排的好好的，这是提高了生活质量。我们最怕的就是到了50几岁的时候，忽然觉得我又年轻，但我仿佛又得退休。我如果让我什么都不干的话呢，我觉得我接下来的岁月不知如何安排，自个儿会颓下来了。所以这一些仅供您参考。我特别佩服您这一生丰富多彩，真是。但是，我感觉您丰富多彩的背后，就是您老伴儿对您的支持，默默无闻的支持。而且呢，我是觉得您还真就挺有商业头脑的，就是摔倒了再爬起来还能挣。但是确实像刚才您说的那个，遇到特殊情况那没有办法，可能您也觉得您的才能没有得到施展的空间，还有机会。但是我是想说呀。您也得尊重一下您老伴儿的这个想法，毕竟默默的把这房钱都攒出来了，是不是？还有一个就是孩子，你也得征求一下，毕竟是刚才米大老师说的也对，就万一您要是1/3扔进去，您要刹不住了，再追加呢。而且我刚才想的是最折中的办法，就是您二位还年轻，把孩子的房买完了，您让您老伴儿再攒呀。再攒出1/3来，您就敞开了，随便投资。好了，这是个办法。对，来得及啊，就完全来得及。也是正当闯的年纪。所以这个以后什么相声这些娱乐活动就别参加了，把这钱都攒起来。听场相声后悔的。你出的什么主意啊？这个。其实我不想谈创业啊，我在想看通过退而不休背后，折射了你们婚姻什么问题。我甚至感觉到2个字儿。叫孤独。大姐，如果你不创业，你能和老公一起安享晚年吗？你们俩有话题聊吗？你的生活充实吗？给你快乐和幸福感吗？大姐，回答我，能吗？你说的话题真是说到我心坎上了。这么多年啊，说个内心的话，挺愧疚他的。因为做生意，你不可能在家里做生意，你肯定要往外去闯，要去走，要去跑。好，生意都是跑出来的嘛，对吧？人际交往啊，各方面肯定对他和对家里头肯定是多多少少的亏欠的。好，那我问您，您什么时候去补偿这份亏欠？
您觉得什么时候合适？我现在还是有点不甘心，我觉得。我就问您，您觉得什么时候去补偿这么多年的亏欠？幸亏您没赚到什么钱，您要赚到钱了，您就不觉得亏欠了，是还是不是？不是。哦，还是会亏欠是吧？那告诉我什么时候去补偿这份亏欠？我现在都在默默的在补偿他了。你用什么手段去补偿了？在家里头对他们关心啊，做他们爱吃的东西啊，我特别会做美食呀。好啊，这我在家里头跟老公聊天沟通吗？沟通呢。一起去旅游吗？去呢，我们只要是有空，我们都去旅游了，到处。好的，然后您这份亏欠是到底是在补偿还是在蓄力？就为你下一次创业，我先把这事儿给铺垫了，然后他就可以同意我下次创业，是吧？可能这1、2年我没有钱，对吧？所以说我先来积蓄能量，然后为我下面接下来可能好几年的，我顾不上你，我先找一个理由。老公，你先说吧。你需要生活当中一个忙碌的妻子，还是需要一个可以陪你一起安享晚年的爱人？那肯定是安享晚年的。这个需求有跟他说吗？说过。啊，你接收到了吗？来，妻子，你接收到了吗？所以我不想谈创业，我想谈的是2个人在一起的感情生活到底是什么。换句话说，我们去创业的目的是什么？创业目的就是为了家庭好呀，让我们的生活为了家庭好。什么叫家庭好？是经济条件叫好，还是说我们心跟心在一起过日子，过平平淡淡的日子叫好？因为我跟你说啊，100%的家庭矛盾都是因为这个钱的问题。这是你认为的啊？这是我的问题，认为的。老公认为是什么？有钱的问题，也有其他的问题。当然了，但钱的问题是什么事情引起的？恰恰就是你在挣钱赔钱，挣钱赔钱，但是你不光赔的是钱，更多的是赔这么多年你们在一起的时间。时间比金钱还要贵，虽然它是免费的。所以其他创业项目我不跟你谈啊，你可能谈的比我要多，头头是道，因为你试图想说服我。我想告诉你的是，什么叫人生赢家？什么叫生活？这个需要你去好好体会一下，好不好？就这。这个开题开得太复杂，今天。对，2个家庭，一样的。其实我们看它的那个内核和内质来说是一样的。这个大概代表了60年代这一代人的婚姻观。对，其实是具有代表性的。在这2个家庭，其实我们看到了什么呢？就是夫妻之间的互补性，都是互补的。这个脾气暴一些，妻子顺一些、柔一些；这个妻子强势一些，这个丈夫包容心包容一些。所以你会发现到他们这个婚姻稳固的一个基石是在这儿的，在性格的这个上面的一个弥补或者叫互补。这是看到的第一层东西。看到第2层东西，我觉得真是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个新课题。为什么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个新课题？过去我们讲50郎当岁已经老得不行了，60岁已经垂垂老矣了，70岁就不得了了，古稀之人了，对吧？现在你看50多岁的还是朝气蓬勃。实际到了这个岁数之后，我们之前没有这种很好活的经验，恰恰在这个路口的时候，社会又变迁特别快，给我们提供了太多的可能性。所以我恰恰觉得55岁、60岁的这一波人，正好是可以开创一个属于自己的新时代，或者叫这个初老阶段新活法的人。所以活法是什么？其实不知道，就是每个人都在摸索。比如大姐，您现在要摸索的是，我能不能折腾我擅长的东西？买卖是您擅长的，那让你充实，对吧？大哥可能除了对这个财产的担心之外，就财产损失的担心之外，还有一部分东西就是忙了一辈子，2个人在一起，咱多待待，对，是吧？他的需求在这儿，并不是说他不愿意去创业，没有阻止的。这大哥更那个了，咱说不好听的话，他现在有点闹娇，你知道吗？哎呀，你还是多关怀我一些，我年轻时候对你不好啊，你得对我好一些。但是要找一些，我个人觉得是一些新的目标和新的方向。年轻的时候应该是分开的，你有你的目标，我尊重，我支持。可能是不是到了这个岁数，咱们探讨啊，是不是应该有共同的目标？
而不是再是一个人的目标了。其实到了这个岁数，我们需要更多的是互相陪伴，对，共同做一件事情。比如说您的这个创业里面，如果是有大哥这个规划在里头的，又恰恰有他的一部分的兴趣爱好什么的，那我觉得就特别好，大哥也不会反对。应该是这种东西。但是话说过来啊，这是我一个内心的想表达的一个，就是您说，因为今天来参加这个节目嘛，还有一个最根据的，我觉得这个一个家庭的和睦是两个人相互的。这么多年，你看我们家老公他一直默默的，虽然说是我强势点，他要是要一般的男的话，要没有这种包容心，他也家庭早都不分裂了，这么折腾把家里钱折腾来。所以说人家包容啊，对，包容心。还有一个真的是相互的。你看，在我30岁过生日那一年啊，我们那个地方当时是没有花店的。我过生日那天，我们该吃饭了，好，我们一帮小姐妹该吃饭了的时候，她突然不在了。那时候没有手机嘛，当时我就问她到哪去了。过了好一阵子，她回来了，她给我买了一个这么大一束鲜花，她说网上订的，从邮局，我们那时候还从邮局里买，然后订上来。当时我还没有哭，我旁边的2个小姐妹都哭得稀里哗啦的，哎，都觉得这个男的哦，特别的有依靠，而且呢，就是属于那种可以一万终身的。对。所以说，不管我在外面啊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我总想到家里还有一棵大树可以靠一个。对，你巧令辞色呀。对。你的核心就是说，哎，老公啊，你很好啊，接着好啊。对。你这个逻辑不对啊，所以我在偷换概念。这大树啊，不能只等着，就是你累的时候去靠。大树也需要浇水，也需要抱。听懂没有？不要老让大树听你的。行，反正既然你这么感恩，他今天不愿意，就顺着他又怎么样呢？你听了一回呗，所以感觉你没听过这个。这是还是两码事情。虽然是我感恩是他，但是做生意做了这么几10年了，都到老了，我觉得，我还没到那种7老80，因为还自己凭了这么多年的经验，我还是想再闯一下。虽然说他不支持我，但我不记恨他，因为他有他的理由。毕竟是攒点钱不容易，现在把这个钱掏出去也是个未知数。因为我想到刚到成都嘛，成都那个地方嘛，人多嘛，我想再做一个电商，我就想他再支持我一下，让我能在最后的这个。那人家何尝不想让你听他一回？如果你们选择了一个共同的项目，大哥觉得也有兴趣，也好玩，那你们就一起做这个，否则大哥绝对不投，绝对不投。大哥的需求其实特别简单，你真以为他是怕你赔钱呀？见过钱的人，陪着你起起落落过的人，他要的是这个吗？就是一辈子我都在顺从你，你就不能听我一回吗？对，就是你自己考虑吧。这里面其实创业那一部分是最小的那一部分。对，恰恰是说我们在人生这个拐点的时候。其实，如果看清楚了，这是人生一个新幸福的起点，因为孩子长大了，工作退下来了，活得相对滋润一些的，手里还是有一些闲钱的。世界又那么开放，可玩的地方有很多。你过去你说开飞机想过吗？没想过。现在可以啊，现在可以啊，低空开放了，对，商务飞机可以开了。过去想象不到的太多的事情，现在都面对你开放了。人生可以做的折腾和尝试的事儿太多了，为什么不能当一次新的开始，非要再重复和复制投资那点事儿呢？就是供你们考虑，好好商量，对吧？所以今天这个我们都是带着命题的啊。从今天开始，就不再提你离开我吧，我给你自由，您就出来，好吧？从今天开始，我们俩做事要绑在一起。而不是我老要自己去投资，您就出来，好吧？您说我要投资，您就别出来了，我们就知道个态度，好不好？谢谢啊，谢谢大哥大姐，来，请回，谢谢你们，请回。大姐听懂了哈，听懂了。大姐那买卖，你看，老公也不要了，这太，你这太啊！老公在思考，没太那个了，都很沉重。要不我投点？对，就大哥多少年被压制习惯了，对，知道吧？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通过金鱼 APP、天津 IPP、网络电视万事达手机客户端收看本期节目内容，来做预测。大哥还矫情吗？不会，那就是双出喽。双出。来看他们自己的选择，请开门。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精彩节目马上开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请开门。肯定出来了。哎，真好。说实话啊，你要从身高上来看，你就想象不出大哥也曾经在家里面能那么啊生猛过。对呀、来吧，我们见证一下你们的幸福时刻，拥抱一下，好不好？多抱一抱，来，哎呦，多抱抱，多抱抱。我太太跟着我这么多年来，真的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一刻我看到他躺在床上的那一刻，在最关键的时候，不能放弃他。好，请亮灯啊。情债最难还，珍惜贤妻，珍惜健康。他们归结起来就是想告诉您一句话：好好还债，还老婆的债。对，别乱想了。祝你们幸福啊！我觉得已经很幸福了。谢谢，谢谢，请回，请回，请回。这个年龄，生活可以重新开始，会幸福的。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节目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情感困惑的观众可以来电报名，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小心被骗。接下来我们当然要预测一下了，大姐还会继续投资吗？啊，我认为这一次大姐会顺自己丈夫一次。她要会的话，她可就不出来了。啊，对啊。您是出来对吗？我是不出。出，啊，出。好，就我一个人说不出。来，我们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请开门。啊，肯定来了，啊，没了。现在还看不见。出来了，出来了。肯定的。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呢？这不代表不投资。我们想听听达成了什么共识出来的。我们两个就是说好了，他不投资了。大哥你厉害。不是，刚才我还是听你的话，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现在可以干的事情那么多，真的太多了，不需要非要把家里的钱拿上那么多去投资去。真的，上台专家还是专家啊！您说的太对了。说你们专家还是专家啊！来，接下来我们一起见证属于这对恩爱夫妻的幸福时刻。来抱一下，抱一抱，抱一抱，多抱一抱，多抱一抱。那个镜头留下来好。谢谢你，谢谢你。哎呦呦，哎呀！来，请亮灯。这就是感情债。哎，你看大姐依依不舍，灯都亮了。哎呦喂！这要是拿出1/3的房款，你们俩饶世界，饶是别听相声了，饶世界玩去，且玩了。对，大姐，您这辈子最好的投资，就是你老公，投资到了你老公身上，找到了他。谢谢你，谢谢你。你是赢家了已经。不是你们就没说大姐她爹呀？眼光。世上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这爹哈了个好。那是那个战略投资人。对。啊，祝你们幸福啊！祝你们幸福！谢谢，请回，请回。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精彩节目马上开始。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再一次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拜拜。